这个超熊男孩对待妈妈的样子简直比恐怖电影还要恐怖。네. 오늘따라 왜 그래? 뭐 오늘따라야 오늘따라는. 사람이 이렇게 때리고 너 이거 경찰서 가야 돼. 하지마. 싫다고. 왜 싫은데? 이렇게 갈 수는 없어. 儿子听后突然拽着妈妈的头发疯狂撕扯，屋内顿时传来妈妈撕心裂肺的惨叫。而这一切的起因仅仅是妈妈想让4年都没出过门的儿子出去活动一下，然而妈妈温柔的呼唤换来的却是男孩凶狠的踢打。无奈妈妈只能以没收儿子手机作为威胁。儿子见状立马起身告诉妈妈自己今天心情很不好，警告他赶紧归还手机。妈妈却还在苦口婆心的劝儿子出去走走。男孩这次不再废话，直接起身冲向妈妈。妈妈吓得习惯性后退，男孩没有多说什么，强硬夺过手机后将妈妈推出房间，随后用膝盖猛踢房门来发泄愤怒。不死心的妈妈再次鼓起勇气推开门，她希望儿子不要再这样暴力。随后让人毛骨悚然的一幕发生了，男孩突然切换成截然不同的人格状态，前一秒还在暴怒，下一秒就用甜腻的声调跟妈妈道歉。 내가 아까 전엔 미안해. 근데 내 기분이 안 좋거든. 문 닫고 나가. 这种语气、眼神和人格的转变简直让人不寒而栗。就在妈妈想要进一步询问男孩原因时，男孩又变回凶狠模样，用充满威胁的眼神逼迫妈妈闭嘴。 왜 그래? 엄마 이렇게 무섭게 하지 말라고 했어? 좀 대하기 싫다고. 面对儿子的步步紧逼，妈妈虽然极度恐惧，却还在强装淡定的硬撑着。随后，男孩将妈妈逼到沙发角落，用充满威胁和攻击性的眼神死死地盯着妈妈。妈妈尝试用母爱唤醒儿子内仅存的一丝理智，但男孩明显在极力强忍着怒火。 왜 그래 또? 재밌고도 하셨고. 대화하기 싫으면 언제까지 맨날 이렇게 아이고, 아이고. 대화하기 싫다고 말하지 마요. 빨리 시간을 줬고 대화하자고. 儿子如此暴力的行为让妈妈有些恼火，她直接表示要报警。结果男孩听到后直接带着杀气走向妈妈，这让观察室所有嘉宾都不禁跟着捏了一把汗。紧接着就出现了开头一幕，在之后就出现了更加触目惊心的画面。从妈妈凄厉的惨叫声中，不难想象她到底遭遇了什么。为了避免事态恶化酿出更大的惨剧，节目组工作人员不得不强行介入，将妈妈从失控的男孩手中解救出来。在得知儿子对妻子的暴力行为后，在外工作的爸爸赶忙回到家，原以为在爸爸面前他能有所收敛，万万没想到男孩并不畏惧自己的父亲。最近忙着开导我想换工作的表弟，整得我更新频率都拉低了。还好我朋友告诉我，还是58同城找工作上赶快，平台实地验证过的普工工作超多，有保障还放心，还能 AI 面试，边聊天边求职，效率超高，24小时不回复平台直接赔付，工作搞定还能找房东直接租房，很方便，事事可成。58同城。 싫어. 왜? 싫어. 왜? 싫다고요. 왜? 싫어. 제발 좀 나가면 나가. 眼看爸爸不为所动，男孩情绪瞬间失控。爸爸不理解儿子的行为为什么这么奇怪。 뭐가 문제가 있으면 정확하게 얘기하고 그 얘기하면 될 거야. 문제가 없어. 발안 그냥 치고. 나가라고. 看爸爸依然没有要出去的意思，男孩竟直接暴力撕扯自己的头发，场面一度失控到无法播出。只能说爸爸也不是他的对手，原本的圆领衣服被硬生生扯成了深 V 领。妈妈说儿子的这种暴力行为已经持续了整整4年，4年里被儿子暴力殴打已经成了妈妈的家常便饭。饱受摧残的妈妈每天都活在恐惧之中，恐惧到每天早上叫儿子起床都需要鼓起很大的勇气，犹犹豫豫战战兢兢，生怕惹儿子不高兴招来一顿毒打。 가시고 난 다음에 내가 어떻게 될까지 모르겠어. 음. 画面一转，男孩已将卧室里的家具全部打翻在地，妈妈早已被吓得呆愣在原地，一句话也不敢说。走投无路的夫妻俩只好寻求育儿专家吴博士的帮助。然而随着观察的深入，吴博士竟逐渐感到后怕，因为他千算万算都没想到，在这个压抑的让人窒息的高压家庭中，问题最大的竟然是眼前这位看似可怜的妈妈。她近乎病态的控制欲和霸道强势的做法，或许才是导致这一切悲剧发生的根源。爸爸说，儿子以前是学校的优秀模范生，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，极为出色。 可就是这样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，不知什么原因，在4年前突然性情大变。现如今他已经整整4年多没有出过门了，因为长期作息颠倒和饮食不规律，4年时间他的体重直接暴涨了150斤，从一个天真可爱的男孩变成了一个邋遢不堪、蓬头垢面的肥宅。吴博士表示，从刚才的几个画面中可以看出，当妈妈尝试跟儿子交流时，儿子是非常抗拒的，甚至做出了攻击行为。每当他无法承受当下的刺激，便会采用这种方式试图结束对话。但妈妈似乎从未正确接收到儿子传递的信号，即便儿子已经明显表现出不耐烦，他却依然自顾自的喋喋不休，磨几个没完没了。 紧接着，男孩便会以自己的方式对外部刺激做出反应，明显他回应的方式更加偏向于暴力。在吴博士看来，男孩并不是真的讨厌妈妈，
而是患上了严重的社会焦虑症，这会让他对外界所有互动都视为威胁，即便是最善意的关心也会被曲解。为了自我保护，他选择了最具攻击性的应对方式来保护脆弱的内心。这种认知偏差让他即使面对同学间的正常互动，也会产生被害妄想，最终选择彻底与世隔绝，用自我封闭来寻求安全感。这天，男孩很多年没见的朋友来看望男孩。男孩看上去比以往开心了一些。玩了一会后，男孩渐渐向朋友袒露了心声。他说，4年前只因自己不想上学，就被妈妈强制送到了精神病院。自那以后，昔日的好友都渐渐疏远了他。入院时，妈妈承诺只需住1周就能回家，怎料到了期限，妈妈却突然反悔。他觉得好不容易才把儿子从家里弄到医院，恶心，不能这样轻易让他出来。就这样，男孩在精神病院被强制关了整整7个月。3일 동안 입고 퇴원하려 했는데 엄마가 갑자기 내가 너를 얼마나 힘들게 속에 끌어 집어넣는데 그거를 나오게 하겠니라는 말로. 어머. 男孩表示，那里聚集着许多暴力倾向严重的患者，甚至还有前科累累的罪犯。 거기서 맞을 뻔한 적이 너무. 更让人绝望的是，出院后妈妈还威胁他说，如果再不听话，就再把他送回去。吴博士表示，男孩本就患有严重的社会焦虑症，连普通校园生活都难以适应，而精神病院作为一个聚集大量各类问题人群的场所，其内部的人际关系和交往极其复杂。男孩只是不想上学，并不是真的患有精神病，何况他的年龄还小，性格也很内向。不难想象，被关进精神病院的这7个月，他是有多么的绝望。尽管儿子在里面多次向妈妈求救，但妈妈却始终认为那些只是他想要逃离的借口，完全不顾及孩子的感受。在吴博士看来，草率的精神病院治疗对男孩来说不仅没有任何帮助，反倒加深了他对治疗的抗拒和抵触情绪，甚至可能让他从此失去对父母和他人的信任。新的一天，妈妈又展开了一系列说教，说家里人都在如何担心男孩，外公外婆还有爷爷奶奶都跟他操碎了心，甚至爷爷的离世也被他归咎于儿子的叛逆。这些话无疑是在增加男孩的负罪感。 걱정을 안 시켜드리면 되잖아. 너가 노력을 해서. 그게 안 바뀌어서 지금 상태가 이렇게까지 왔잖아. 그래. 在妈妈看来，儿子应该有所改变，如果实在改不了，就假装改变，要是装也装不了，就学着表演，演久了自然就成真了。男孩认为那样即使变好也是演出来的，并不是真正的改变。妈妈直言那就演一辈子。闻言，吴博士看向妈妈的眼神开始变得微妙。 그게 안 바뀌어서 지금 상태가 이렇게까지 왔잖아. 그래. 为了维护自己所谓的颜面，妈妈要求儿子必须在人前表现得像个正常人，她态度强硬地命令儿子必须做到。男孩此时明显有些不耐烦，而妈妈却还在喋喋不休地教导儿子表演技巧。终于，男孩忍无可忍，彻底爆发， 머리. 아이고. 拿起桌上的刀叉，用力扔向妈妈。 爸爸急忙拦住暴怒的儿子，妈妈惊慌失措地躲进房间。这场面实在是让人感觉触目惊心。在儿子对他实施暴力行为前，妈妈赶紧从里面跑了出来。先前咄咄逼人的母亲此刻却畏缩在角落瑟瑟发抖。 엄마. 왜? 상현아, 근데 이거는 너무 놀랍다. 아니 왜 안 해 내가? 엄마 연기하려고 한 게 아니잖아. 아 하래매. 아니, 지금 하래매. 하래매. 男孩揪住妈妈的衣领，质问妈妈想要他怎么演。妈妈此时已经被儿子吓得缩成了一团。等到儿子稍作冷静后，妈妈再次尝试向儿子讲授表演技巧。 男孩痛苦地抓着头发，这让人揪心的一幕看得实在让人揪心。在吴博士看来，妈妈的问题很大，她完全不会表达。虽然出发点是好的，想要给予孩子帮助，但她说的每句话都带着极强的攻击性和控制欲，这无疑对孩子造成了更大的伤害。他建议妈妈要学会换位思考，用共情的方式与儿子沟通，只有这样母子关系才有缓和的可能。在节目的最后，男孩也对着镜头说出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。当问他白天为什么总是睡觉的时候，他说白天睡觉是为了逃避痛苦的回忆，之前做错的事情，对爸爸妈妈的暴力行为他都不愿想起。当问他怎样看待自己时，他说自己在家人眼里可能像个怪物一样，但他想要做出改变，希望爸爸妈妈不要放弃他。 사랑받는 사람이 되고 싶어. 엄마 아빠 변하고 싶은데 도와주세요. 可见男孩的内心真的很不安，害怕爸爸妈妈会放弃他。可是做父母的怎会忍心不管自己的孩子？录制结束后，妈妈就按照建议培养儿子的社交能力。然而男孩的问题远比想象中更棘手，没办法，吴博士不得不亲自出马。在吴博士的帮助下，男孩能否真正完成蜕变？我们下期。